对，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说，首先呢，奥运会呢延期个1年，因为疫情，但是疫情有很多不幸的部分，但是说这1年之后呢，这个通过1年延期呢，现在和1年前的整个国际关系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台湾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那么就是说，过去其实呢。大家都知道，2018年的时候，台湾举行过一个证明这个参加奥运会，以台湾名义参加奥运会。这个在台湾，首先台湾的住民投票就没有过嘛，公民投票没有过。那其实当时即使过了，在国际社会上也没办法接受台湾。但是说真的，时空背景的转换是非常快的。这1年以来，大家看到了，就是说台湾的蔡英文的当选，包括中美的全面对立，以及台湾的防疫成功，和这个种种的这个台湾作为抗击中国的这个最前线做出的各方面在民主自由方面的台湾的得到的这个掌声和鼓励等等这方面呢，这全世界看台湾的眼光不一样，看台湾的问题都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是在奥运会上，这种情绪得到一个反映出来。那某种说呢，就是有人说这是日本替台湾证明了嘛。首先我在讲的一个就是说，日本的 NHK 的那个主持人，他把台湾队入场的时候，他说台湾这个队是台湾队，这句话一定是通过层长官的审批才能说出来的。不就是说，奥运会开幕，全世界引人注目的时候，是不允许有任何错误的、任何口误的。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稿子一定是写出来以后又练习过多少遍的。所以说为什么？也就是说，其实过去中华台北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在日本的一般日本人就是每年台湾在疫情之前，每年台湾有将近500万人去日本，日本有200万人来台湾。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的话，大家都知道台湾，没人知道中华台北是什么东西。那么 NHK 它自然而然的，因为国际形势不得不用中华台北这个名字，但是 NHK 的这个主持人，他自然而然的要把这个不叫，也许证明运动这个名称并不是很恰当，我觉得正常化嘛。就是告诉日本人，现在进来的是台湾队，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能把这句话说出来，要付出很大的这个外交上各方面的这个努力和国际的变化。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日本，就是我们光看这个，这一句话，也许就是说好像是不是很重要，但是说你看到台湾入场的排序。过去日本是按照50音图的，它7次太多的方法。如果用中华台北队，应该是在7这个集团里面。但是如果按台湾起头，应该是在他的集团里面。日本把这个从7的集团提到他的集团里，就是说他举的牌子和实际他入场顺序是不符的。这个事情的话，一定要事先安排。这个肯定是事先安排。对，那个刚刚那个主播也许看他怎么解释。对，那个牌子不可能临时换位。对，不可能入场顺序，这不可能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整个日本社会就蔓延这么一种情绪。最近对于中国的咄逼人，特别是就是外交上战狼外交，或者成立一个海警法，在日本感到中国的压力非常大。那同样面对中国压力的台湾、日本也感到就是说表示一个同情和支持的感觉很强嘛。在这种非常强烈的这种氛围之内，日本政府，你看日本政要最近也纷纷发表挺台湾的言论嘛。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过去啊，日本的政府是受到日本经济界的压力，因为日本的经济界要在中国做生意嘛，说你不要得罪中国。但是说首先整个中国的市场。作为经济市场工厂的魅力已经急速下降。另外一个，中国政府的战狼外交，它用很多超越于商业逻辑的事情来欺负企业，这企业已经忍无可忍了。就是说我不是做生意的原因，你说在政治上的原因去打压我，不让我的东西出口，我们挣的钱不让我带回去，等等的关系。所以说，现在商业界对这个经济界对日本政府的压力小多了。舆论又要支持台湾，在这种方向之后，才有一连串的这种挺台湾的动作。而且我认为今后就是说，在日本的外交方面啊，就是亲美、联美，这个反中、抗中、挺台，
这个日本的外交的主轴将会今后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这蛮重要的哦。那这个氛围的改变是非常特别的哦。那当然，刚刚也提到安倍晋三也说了，他也希望来台湾来这个悼念一下我们李登辉前总统。所以这个是不是都是整个氛围的，不止从民众，从政治人物都更勇敢的外显？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李登辉前总统其实是日台交流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安倍首相其实呢，他曾经多次来台湾，多次去拜访这个李前总统，特别是他第一次执政当首相之后呢，仅仅1年就因为身体原因辞职以后呢，他专程来台湾拜访李登辉总统，据说受到了很多的启发。收到很多有很好的建议。那么后来他再次回到日本重征政坛之后呢，其实他和李登辉前总统都有联系。那么李总统去世的时候呢，安倍正是首相，当时呢问题很多没有办法来，但是说后来呢这个就疫情爆发了嘛，现在赶到李登辉这个去世1周年，安倍前首相前不久接受我们产经新闻的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希望有机会能去给李前总统扫墓。当然这是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义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李登辉代表很多信息。李登辉是一个现在全世界最明显的就是自由民主阵营对抗独裁阵营的这么一个图腾性的人物。那么去拜访李登辉，给李登辉扫墓，这个其实就要继承李登辉遗志的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表态。另外一个，李登辉是接受战前日本教育的，他有很多日本的传统的价值观是在身上是具有的。而安倍首相，包括现在的菅义伟首相，都是接受日本战后的教育，就是被美军占领之后。日本传统教育其实是很少，他们到李登辉那里接受很多，告诉他们日本的文化是怎么样，应该日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所以说，李登辉又是一个代表日本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图腾。所以说，日本的自民党其实也是传统的一个保守政党嘛。所以说，他拜访李登辉其实是给李登辉扫墓，其实也有这方面的意义了。那么日本现在快选举了，那么。内政现在搞得一塌糊涂的情况之下，在外交上得分，能够去给李登辉扫墓，这个在日本国内提升自民党支持率，其实是有加分的。